大家晚安，我是陈莹，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沈富雄，以及民进党发言人戴伟山，还有资深媒体人蓝轩。再来看到我左手边，第一位是立法委员王鸿龟，还有民众党的副秘书长徐辅，以及资深媒体人唐湘龙。一开始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虽然本来昨天晚上我看到说他今天应该会出来讲话，但是刚刚已经发了一个声明了，表示他们今天不会出来有任何的谈话，又或者是声明。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呢，在国会的这个部分已经对他启动了弹劾，会是在星期六晚上7点，就台湾时间晚上6点的时候进行投票。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他不出面了。但这场闹剧，他其实也已经自己先出来对大家说过话。先来看看画面。宣布戒严之后，神隐一整天，原本传出南韩总统尹锡悦5号早上将公开发表谈话，只是至今依旧不见人影。尹锡悦引发戒严之乱，南韩在野阵营190名国会议员，加上1名无党籍议员，紧急提出总统弹劾案，并且在5号凌晨0点48分送交南韩国会全体会议。탄대, 조국, 천하람, 윤종호, 용해인, 한창민 의원 등 191인으로부터 대통령 윤석열 탄핵 소추안。根据南韩法律，国会必须在72个小时之内进行表决。不过，想弹劾尹锡悦可能没这么容易，因为弹劾案要成立，国会300名议员必须有2/3，等同于200人以上的在籍议员投下赞成票。现阶段，南韩在野阵营只拥有192个席次，还需要执政党的8张倒戈票才能通过弹劾。당대표로서 이번 탄핵은 준비 없는 혼란으로 인한 국민과 지지자들의 피해를 막기 위해서 통과되지 않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 而且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已经紧急开会，表示将投下反对票来挽救保守派声势。不过他们也要求尹锡悦必须退党负责。He may have thought that he could have dissolved the National Assembly before it had time to vote. This is not a man who's trying to seize power or create a second term. 根据南韩中央日报民调，南韩人对于弹劾总统尹锡悦，将近70%的人赞成，24%反对，更有高达70%的民众认为尹锡悦犯下内乱罪。尽管面临弹劾，尹锡悦还是在早上任命驻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崔炳赫担任新的国防部长，来避免南韩的防卫真空。好，目前呢，其实尹锡悦他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幕僚全部都离职了。那在国防部长这个部分，因为呢先前传出是国防部长金贤龙来告诉他说，你可以这么做。现在国防部长也离职了，但是对于尹锡悦本人好像还没有要走。好，目前呢这个执政党的讲法是你退党，好像就是政治止血了，但是你可以不被弹劾，因为他们党内也已经达成共识跟协议，也就是说呢不会去弹劾尹锡悦。想请教兰姐，你怎么样来看后续发展？我觉得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尹锡悦已经政治上死亡了啦。我觉得接下来都是一些后续的事情，就是说对他来说的话呢，今天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个很清楚的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看得到的很实质的证据的证明北韩它确实渗透了南韩进行了什么样的勾结，但它却可以因为国内的一些呢相关当中的一些政治当中的争议也好，丑闻的争议也好，政策当中的这个彼此间角力也好，竟然可以用这样一个那么不民主的方式来突然之间这个让这个南韩的民主政治等于是马上倒退了40年，回到1980年代那样的一个动乱的那么一个基本上蒙羞的一个南韩的政治。我觉得对于尹锡悦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不只是他自己本身的政治判断出了相当大的严重的错误，也相当的鲁莽，而且呢他也赔上了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是南韩的国家的形象跟声望。那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目前看得到的就是说他现在还剩下2年半的任期，才到一半而已。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他的任期还能够再做什么。他在这个事情发动以前，他的民调就只剩下20几的啦、10几的啦。那所以呢，他才会用这样的一个那么超乎想象的方式，想要去挽回某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一做了以后呢，犯下更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你看不管是目前的民调来看也好，目前呢在街头上面的一些示威抗议也好，其实基本上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总统做出这样一个事情，震惊、
困惑、愤怒，我觉得是蛮明显的哦。那所以呢，即便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刚刚这样讲这个政治上的死亡，是因为现在的政治本身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交易。对，我们知道政治这件事情就是交换，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在让南韩呢不要成为国际的笑话的状况底下，朝野之间还有勉强的有一些合作，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有190个人当中有这个执政党的10个左右的人，他投下了否决。这个戒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此挽回了一点这个南韩民主机制运作的一个正常性。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说尹锡悦要弹劾的话，因为目前现在在野党已经串联了，已经在联署了。如果真的要弹劾的话呢，其实接下来的政治戏码就会知道了。尹锡悦可能被弹劾，然后的话呢送到宪法法庭，然后如果说呢再过半的话呢2/3，然后呢他就会下台。下台之后的话呢，在野党的李在明就会开始出来角逐，然后可能会政党轮替。所以对于南韩来说的话呢，现在的执政党已经变成不只是一个尹锡悦个人的政治存亡与否了，还包括整个他们执政党的议员是不是要陪葬的问题了。所以你就发现非常微妙的事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发生了。本来他们可能会就是跟前一天晚上否决戒严一样，他们可能会支持要弹劾尹锡悦的，突然之间那9个10个人，说他们不支持了。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显然呢，他们要用某个方式保留自己的这个政治当中的生命，所以做交换。交换的看起来，刚才也说了，就是尹锡悦退党。对，所以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说的话，这个让我们很丢脸的这个总统跟我无关了，想要借这个部分呢止血划清界限，然后呢换取说好，那我不弹劾你。但是你说这个部分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一切2段吗？坦白说，我觉得对于其他的一个执政党的国会议员来说，可能算是一种自保啦。但是就整个的不管他们的执政党的形象来说也好，或者说这个今天尹锡悦所犯下的一个那么滔天的政治错误也好，我觉得已经很难挽回了。好，其实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他们国会总共是300个人。那如果说呢，你真的要弹劾尹锡悦的话，目前所有的在野党192个人，你还要200个人，你才能够弹劾成功嘛。所以你至少要有8个人要倒戈。好啦，那如果现在呢，所有的执政党已经确定了，就是不支持他，那能不能换？好，这是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是什么？现在呢，你要弹劾也没有就一定成功哦。原因是因为你后来会走到宪法法庭，宪法法庭现在只剩6个人，那你要补到9个人，甚至是7个人，那也要尹锡悦同意去补嘛。那补完之后，你才有办法让这个弹劾能够完成。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大佬，你怎么样来看这样那刚哇塞？可是他目前的民调已经低到不行哦，73%的人说要把他弹劾下来。我看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简单的，我不太同意说交换了，因为我觉得尹锡悦目前的处境没什么东西可以交换。你交换什么？所以呢，前天晚上我睡了一个早觉，然后我醒来以后听到这个消息，我这个下巴差一点掉下来。我说哈，天下有这款代志。我觉得这不只是天下已经大乱了。不，我觉得大概不只是我脑筋还可以啦。我觉得全世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只要 IQ 有阿伯的一半阿伯的一半大80多嘛，都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笑。所以尹锡悦是一个这无才无德、失智失能的大笨蛋。只有这样条件都具备的人才会做这种傻事所以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我就想我是不信宗教的，但是我觉得说，也许冥冥中有一个神，就叫尹锡悦一时糊涂，想这个办法，然后给他有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惨的下场，可以顺势就离场。因为我觉得他走到今天他的最后的结果不是很惨。就是更惨，或者是非常非常的惨。那他如果听各位这个同志的话，就说退党，就直接下台了。我觉得第一他不辞职，他退党有用吗？我觉得第一点退党，第二点呢辞职下台，对第三呢静候国家司法机关制裁。如果这3点都按部就班，而且讲得很诚恳的话，我觉得未免手下留情但是比起以前韩国总统有人跳崖有人被暗杀，有人流亡海外，像李承晚开国之父或者是有人这个下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堪的，这个还算可以但是为什么你这种傻事都做了到现在还犹豫不决呢？那我听不懂的就是执政党的党魁所讲的是，就是说我们不进场，对，因为他是108啦。
对，他108不进场，他就抽不到200个，所以这个弹劾就不通了。然后呢，他私底下要求他说你退党，我们不弹劾，但是你退党，这个不是按交易啊，这个是施压啦，这个是施压。那我认为我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说礼拜6投票之前，他决定说好，我退了，我也辞了，如果他坚持都不做这些的话，有8个人，有9个人就是从执政党进场，那9个人就好像那个民众党一样，9个、8个加1进场投下去弹劾你。但是他们说弹劾为什么不愿意呢？只是我觉得他们不愿意的原因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堂皇啊。他们说不希望国家进入动荡的局面啊。对，我跟你讲，你那9票有投没有投啊，同样的动荡，而且动荡的局面其实已经达到高峰，而且过去了。我觉得韩国最大不了就是这样啊。现在他下来了，有人代理，那个军队回应了啊。金小胖都没有动作嘞，所以很多人都想说金小胖也很危险的。这个是最好的机会，南侵啊！你看他连动都不敢动，所以世界大事很多不是你想象的。你想现在有本事可以动，可以让全世界大乱的人，其实都很小心都很谨慎不敢乱来所以尹学，我现在我就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也许在决定投票之前，他做了比较漂亮的决定，让人家说这个傻瓜毕竟还有救，好好的下台就对了。好，靠华姐来，魏珊是就我想在这个南韩的部分，大概也会在动乱个大概3到4个月左右啦，那才有办法让整个政局比较平稳。那毕竟现在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必须要在谈判讨论一下。那因为执政党现在国会是多数我个人也不认为他们会直接把这个政权交出来，会进行重选等等动作。所以你说弹劾到底会不会成功，这个还要再观察。不过确实这个事件让全世界真的都是吓到了。那台湾自己也是非常的震惊了。我想当天晚上我看到，我也是觉得哇，怎么会这样？不过我立刻去查了韩国的宪法，我发现这跟台湾很不一样。你看他们的总统只要有个理由就可以直接提出，但当然韩国的国会是可以否决的。那台湾比较特别，台湾的这个戒严是比较严格的，你必须要有战争或是动乱的状况、内乱的状况之下，你总统才可以提出，但必须要交由国会，也就是立院来通过，那才有办法正式的进行戒严，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我们应该要多多去关注，就是说，当这个韩国现在在这个政权现在有点中空的状态之下，整个东北亚的整体的安全状况有所改变？那这个政治情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好，其实呢，尹锡悦现在韩国内部有人说他是恋爱脑，什么意思？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他这次会发动这么样一个戒严的事项？有人推测啦，是因为呢，检察总长那个时候审他老婆的案子，然后给他不起诉，所以呢，在野党就说要去给他弹劾。现在这个弹劾也在今天真的成立了，后续呢到底会怎么样来做？会进到宪法法庭里面来做处理。但是目前他自己所面对的，可能后续就有他老婆一系列的调查，他老婆家一系列的调查，那是不是会有更多臭不可闻的事情被压出来？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刚听完分析哈，基本上他现在就2步路嘛，一步被弹劾，最后应该会下台；另一步自己请辞，也还是下台，只是他会寻求一个怎么样转身的身影。来，现在呢跟大家来讲，先前他们不是没有弹劾过，有2次被弹劾过，一个呢是卢武铉，一个是朴槿惠，结果呢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那即便成功的那一个，他都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真的结束这一切的政治的纷扰。而现在呢，他不是只有这个政治的事情要处理而已，司法要调查他的是内乱罪，原因是因为你没事为什么宣布戒严？好，这个是不是会引起国家的内乱？这个内乱罪现在也在调查。我们刚刚讲的，他的老婆呢，其实有蛮多的丑闻的，包括了收贿，包括了干政，包括了内线交易等等等。好，这一些呢之后可能都要查，而这一些呢就引发了现在目前在韩国内部的一些政治纷扰。好，包括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议长呢是翻墙进到国会里面的，那现在呢阻止下来了。可是这一切传出啦，说其实美国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洪薇姐，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美国跟韩国不是美日韩现在好的不得了，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啊，这次韩国的戒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流产了，那甚至有人用说什么不是只有6个小时，是3个小时，所以讲得更难听一点啊，叫3什么这个戒严。那我觉得这里面其中当然他犯了一个非常大忌哦，也就是其实韩国的这民风是很彪悍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次里面看到，韩国的民众在第一时间即便他已经宣布戒严，而且呢军队开进了国会，你看很多的韩国的民众，他们完全不害怕。你看，甚至有一个前主播，当然后来当政党的发言人。在这个军人拿着长枪，他就直接是跟他这样的肉身的相近哈。那而且在过去啊，就说我觉得，在当时就在以前社区媒体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代，韩国大家也知道很有名的光州事件，也就是说，韩国的民众面对政治的这种就是政府的执政党的这种大力压迫，他们其实不怕流血的哈，就是会奋力的去抗争。但是你这次看到很多人呢，不是用肉身抗争，而是直接拿手机去抗争，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社区里面广传。所以，即便在戒严里面，他曾经提到，就是说新闻不能随便乱播出，对不对？不能有假新闻。他甚至去钳制了这一些新闻的播出。可是，在自媒体，我想那天因为沈大佬说他睡着，我觉得很羡慕他，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全部都在看韩国的自媒体，而且。很有趣的是，其实我一句韩文都听不懂，但是我们都在这边一直盯着看直播，对，都看直播。然后网络上有人说，我看到有人欢呼了，应该是结束了吧？对，没有错，大家都猜测，然后我就看到他慢慢就爬进国会议会到议场，然后他们开始开票。其实我们听不懂，可是大家都还在追踪，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一就是韩国的民众在过去他们反抗这样的高压的政治，事实上民众采取了一个让这些政治人物不敢胡作非为。第二个，其实事实上节制这个尹锡悦的，其实我相信是美国的力量。因为大家都知道，尹锡悦在韩国的政治人物里面算是非常非常亲美的，所以我想现在发生的事情啊，其实谁最头痛？美国最头痛。第一个，因为你像这种戒严的事，造成韩国这样的一个动荡。你知道他们当天晚上，甚至他们的超市里面，连他们的什么泡面呐、饼干呐，还有罐头，全部被抢购一空。因为他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韩元暴跌，然后很多韩国的这个股票，就是半导体股票在美国就已经开始在暴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动荡。对美国来讲，第一个，他在政权交接；第二个，你尹锡悦是这么亲美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你竟然发生这样致命的错误，所以现在大家都几乎认为呢，尹锡悦下台只是迟早的事情。好，那请问一下，谁会接任？现在已经韩国媒体开始在点名，下一个可能会就是再来选总统的会是谁？好，比如说李在明，因为这次他领导整个的这个戒严解严。但是大家也知道，李在明其实他并不亲美啊。那还有一个叫朝国，也是在野党的一个领袖，他也不亲美，那就是被这次尹锡悦讲说，这个叫做亲北韩势力，就是这些人啊，李在明啊、朝国这些人。那另外一个就是韩东勋嘛，就是这次其实表现最好，跟李锡悦同属一个政党，但是他身为党主席，在第一时间说他就不停这场争辩的，他表现的最好。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刚才大家讨论到，现在的执政党，他虽然在国会里面是少数的席次，可他们已经决定，而且他不是用投票决定哦，他们是用拍手决定哦，拍手决定说我们一致不同意弹劾。那我想他们是其实基本上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有一些政治的考量，那个政治考量就是说，我要巩固我的政权，也就是如果今天尹锡悦下来之后，我们今天谁来继任总统，谁来选这个总统？还有，如果尹锡悦很快速的下来，我们国会是少数，大家都知道吗？他只有1/3的席次，然后我政权也没有了，哇，那都便宜这些在野党了。
这现在它开始出现了政治性的算计，所以现在开始在点名的这些可能的继任人选里面，其实大多数是不亲美的，而且被称之为所谓的亲北韩势力。那美国会不会一个头两个大呢？我相信一定会。所以在这个时间，美国要怎么收拾残局，恐怕他们也会在韩国会多一些力量。只是问题是，他们现在是在一个他们自己政权交接的一个关键时间。好，其实呢，尹锡悦当时来讲，拜登没选上之后，他口应该就很痛了，因为川普跟他没那么合嘛，对不对？另一件事情，现在还有做了这么一件事，苏利文出来讲话不知道 ，Kurt Campbell 出来讲话严重误判。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香龙哥，你怎么样来看？在之后，美国本来在这边布了一盘棋，好不容易日本、韩国给他拉在一起，感觉可以一起抗中，现在什么都没了。第一个，我想先提醒台湾的在野党，就是红威，看看人家韩国在野党是怎么做的，多彪悍。台湾的在野党真孬。第二个，我也提醒像洪申翰，你刚接了劳动部的部长，过去搞公运的，你看看人家公运是怎么做的。台湾的公运真不要脸，真孬。你看看这些公运，即使劳动部里面出现了这种呢虐死自己劳动部员工的事情，把你们的劳工的安定基金、就业安定基金拿来做这种的挥霍，屁都不敢放一个。你看到韩国的时候，他虽然每一次会出问题，但是他每次呢，只要是杀不死韩国的，韩国都会强大。但是台湾呢，就是一直困在里面。这个是事件。我们刚刚讲到美国，我为什么要相信美国？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光州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的讲法跟现在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呢。在当时的全斗焕呢要干这些事情，可是光州事件的时候，当时美国把一艘航空母舰呢派到了韩国最靠近光州的地方。事后1996年，所有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在当时默许全斗焕一定要把光州的暴动镇压下来，因为对他来讲，冷战比什么都重要。美国在当时是这样干的。今天呢是12月5号，12月10号是一件会让韩国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拖不了一个礼拜，因为12月10号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要颁奖。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是谁？是韩国的一位女性的作家，叫韩江。韩江，光州人。韩江所有的书写都是光州事件。今年的12月10号，你会听到韩江在受奖的时候谈光州事件。光州是韩国人伤口上面从来没有愈合的一块，而尹锡悦会蠢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可以相信美国？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Kurt Campbell，Kurt Campbell 呢，当韩江呢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Kurt Campbell 说我们的尹锡悦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在今年不久之前大卫营会议的时候，布林肯曾经讲过，今天呢尹锡悦呢是美国外交的奇迹 miracle。他是多么的肯定尹锡悦是天上掉下来给美国的礼物，让拜登4年之内在东北亚呢天上掉下来一个尹锡悦，在东南亚呢天上掉下来一个小马可仕。小马可仕跟尹锡悦超级亲美，那个是美国呢花钱都买不到。你认为背后没有在操作吗？这两个国家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总统竟然都只能做一任，所以一任内呢胡作非为，你几乎会看得到。你再看到呢，现在的所有的美国在这件事情当中，固然表现了我不知道，我就不懂。你知道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非常喜欢炫耀他的情报，连中国大陆呢哪一个军方的人士呢涉贪即将被整肃，他都知道。是，连俄罗斯呢要发射导弹要攻击什么地方，他都知道。连俄罗斯要发动对乌克兰的攻击行动，他都知道，他都先预告，拜登都还告诉你说大概就是呢哪一天的什么时候。但是韩国到现在为止，美国在南韩驻军28500人，是几乎呢都在首尔附近。你去过首尔就知道，总统府的龙山总统府跟了美军的驻韩美军的司令部非常近的。你要告诉我说呢，要调动呢军方的人士，美国都不知道。
那你真是太低估美国了。美国在这种事情当中的表述，我说你回头去看，因为1996年大量的文件曝光，光州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第一时间也撇得干干净净，光州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相信吗？你千万不要信。听听看呢，12月10号呢，韩江呢怎么说？现在呢，当然现在要发动罢免。我们刚刚的主持人已经提到了，因为12月5号就是要先罢免检察总长，罢免检察总长之后呢，韩国的检察总长，当要罢免检察总长，检察总长只要一罢免，尹锡悦的老婆就出大事了。是下一个检察总长要怎么去办他老婆？尹锡悦所有的动作，其实今天当尹锡悦呢愿意呢以权谋私呢去袒护他的老婆，跟拜登呢以权谋私呢去特赦他的儿子是一路货，他让我对民主彻底失望。这些人虚情假意，这么矫情的动物都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我们都还要把他们当一回事，相信他们讲的都是真话，你信吗？好，今天的尹锡悦，不管他会不会被罢免，我认为是时间的问题，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朴槿惠被罢免3个月嘛，对。3个月的时间之后，朴槿惠刚开始努力的抗拒，朴槿惠，你今天回头去看，朴槿惠被罢免，一罢免之后呢，萨德就放上去了。你认为美国在背后干什么？所有的今天发生在韩国的事情，如果美国呢驻军28500人，摆在首尔，所有的军事指挥权呢在美军的手上，调动军事，哪怕我是做外围的特战部队的要进首尔。要进我总统府的周围，美国不知道，那我就很怀疑了。那过去美国呢贩卖的情报这么的精准，连中国大陆的事儿呢，你都能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说他的情报是很准确。为什么韩国首尔市你不知道？一定知道的。接下去呢，全世界呢会有好奇疑问的呢，就只剩下台湾了。台湾的民进党仍然非常的厉害，台湾民进党常常干世界独一无二的事情，就叫拜登家的狗死了。蔡英文是唯一全世界唯一呢发电呢去安慰呢拜登的，而今天当韩国呢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戒严的政变的时候，唯一呢表达同情的所有叙事的逻辑，我告诉台湾，不要说制度，如果可以的话，民进党绝对呢是可以发动政变的，因为所有尹锡悦他发动了戒严的逻辑，在台湾通成立啊，是，因此今天。大家在看的是，接下去不管谁上来当韩国的总统，台湾跟韩国的关系一定受影响的。更何况1月20号呢，当美国改朝换代了之后，我就不相信今天的韩国、今天的台湾会好过。是。好，我们先进广告。原因是因为我真的也觉得很好奇，他们所有的军演都是美国人，你要知道美军当总司令，然后韩国人是当副总司令的，你真的会都不知道吗？很奇怪啊。对啊。我们先进广告。我实在听不懂。